3岁小女孩售价800万，5岁1200万，6岁男孩更是高达1800万。只因他们全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戮机器，任何索命的技巧全部都熟练掌握。这些武器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家常便饭，从刚学会走路便要着手实施训练，在特别的训育官下彻底被驯化。就算付出的代价贵得离谱，他们也在所不惜，并且从小就要被刻下独有的刻板印象，那就是绝对不能撼动的3大法则。第1条，绝对不能违抗购买者的命令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要遵守这一点。第2条，在没有购买者的命令下，坚决不能使用武力。最后的一条就是，当购买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，可以无视以上2条准则，打破现状，处理好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。眼前的男孩则是今天要被带走的商品，而接他的是一个当地肥头大耳的富商，他们把购买者称之为父母，并且没有任何感情，就像是一台电脑，对着他输入你想要的指令，至于怎么用，用在哪，全凭父母的心情所致。男孩刚被接上车，富商就要求他认准照片上的人脸，就算他发现了身后有一台可疑的车辆，只要自己父母没有给到相应的指令，他都只能是遵从认清人脸的命令，即使那辆车可能会构成威胁，都不能有任何异议，因为父母的指令是绝对的。巨大的冲击致使车辆发生严重车祸，而男孩的父母逐渐没有了气息。男孩上前去对他进行把脉，发现已经没有了脉搏。此时那一辆车下来2个配备枪支的人员，他们2人慢慢的朝着车辆摸索前进，突然发现掉落下来一个小男孩，他装作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，声称自己的父亲没有了呼吸。2名男子顿感不妙，因为接到任务的情报下可没提到过有小孩子，他们只能是小心翼翼的前去查看情况。可他们的这番操作触发了男孩的第3条准则，父母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，要处理好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。他操起破碎的玻璃，一把插入了男人的脖颈，来让他无法发出任何声响，随后顺手接过他手中的枪支。另一个男人此时发现了端倪，可男孩早就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，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男人就被洞穿了头颅。至此，没有了父母的男孩消失不见。可神父还拥有大量类似的人才，满嘴钻石金牙足以彰显他的权威，只是对一个消失不见的才俊而感到受挫，因为在这些孩子当中，他是一个最优秀的精英，在没有了父母存在的情况下，导致他根本无法使用能力，这也就意味着很难从茫茫人海当中去寻找那位自己最喜爱的部下。也许现在的他是一个再也平常不过的中学生。一记沙包大的拳头急速飞来，重重地打在了一位少年胸口，打完还不忘询问，满分10分的情况下，这一拳到底能评多少分呢？我的黄浩贤同学，他赶忙对校霸附和，这一拳绝对有8分，在打桩机上肯定能赢下18万韩元的奖金。得到这个满意的答复，才让校霸没能对他继续施暴。然而此时突然窜出来一个黄毛，推开了校霸就朝着黄浩贤冲了上去，声称自己也想要试一试自己的拳头能得多少分。谁曾想知校霸上去就给了黄毛一巴掌，并扬言这个可是自己的玩物，除了自己之外，所有人都不能动手，知道了吗？黄毛剑拔弩张的握紧双拳，却突然扶着自己的脸颊点了个赞，声称拥有这般劲道，不愧是留学生才能拥有的身体素质。校霸对此才平息了心中的怒气，走之前还不忘叮嘱黄毛，记得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。黄毛名为朴世炎，虽说不是霸凌者，但在这个学校里也绝对不是个善茬。黄浩贤其实并不想跟他有过多的来往，可他经常会来救场，也正因如此，他们成为了明面上的朋友。不多一会后，黄浩贤为了感谢朴世炎给他买了辣炒年糕。要说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，因为这正是他妈妈所开的小吃店，甚至连店名都是以浩贤所命名。他的妈妈也非常的好客，甚至还送上了一大碗关东煮款待儿子的朋友。黄浩贤根本不想让这种人渣知道自己的妈妈在这个地方，可偏偏就被这个家伙给发现了端倪。朴世炎觉得既然知道了，可不能不礼貌了。黄浩贤以为朴世炎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，时刻拿着一支圆珠笔准备着，他只要敢对自己的妈妈动手，自己将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。没想到的是，朴世炎竟然起身鞠了一躬，并介绍到自己是黄浩贤的好朋友朴世炎。黄浩贤的妈妈对此开怀大笑，原来儿子已经交了那么要好的朋友。临走时还不忘给朴世炎打包了各种小吃，声称当朋友要学会分享。对此朴世炎非常的开心，可黄浩贤却陷入了阴霾，因为这个人还不是非常了解，根本算不上什么朋友。作为母亲的他根本不会这么想，他觉得只要是自己儿子的朋友，都当成是自己的儿子。黄浩贤没有办法，只能寄希望于朴世炎不要把自己妈妈的事情告诉任何人，因为他想要好好保护妈妈，不希望她受到那些人的侵害。等朴世炎走后，黄浩贤大声怒吼，不是说了要假装不认识对方吗？万一他们再来到这里可怎么办？他的妈妈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，只是觉得第一次见到浩贤的朋友感到高兴罢了，单纯的希望自己儿子能够跟朋友好好相处，并没有多想。望着他满是老茧的双手，黄浩贤不禁感到自责，他发誓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妈妈。第二天的课堂上，一碗小吃被丢进了一个臭抹布，并声称这么肮脏的东西怎么可能有人喜欢吃？听说这是你妈妈小吃店里的东西，能退钱吗？还是说要我亲自去找你的妈妈才能够退这一笔钱？黄浩贤压抑着愤怒，自己明明就拜托了朴世炎，为什么他还能知道？可校霸依旧是不依不饶，将那一碗小吃直接倒在了黄浩贤的脑袋上，甚至威胁说自己要去找你妈妈告状。只见黄浩贤手里紧紧地握住圆珠笔，无尽的愤怒令他想要直接洞穿他的脖颈。可就在这时，他回想起妈妈对自己说过的话，希望儿子能够跟同学们好好相处，圆珠笔不得已在他脖子1公分前停了下来。校霸望着黄浩贤的这般行为，立刻怒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多一会儿后，朴世炎来到了教室内，而他却发现课堂上所有人都鸦雀无声，甚至还有警察来到这里办案。根据种种迹象了解到，黄浩贤跳楼了。校霸足足将他殴打了15分钟，几次晕厥醒来过后的求饶都没能令校霸停止手中的拳头。
就连同班同学都选择默不作声。最终停止结束暴力的是他自己，他望着窗户，毅然决然地选择跳了下去。在那之后，校霸并没有被抓捕，而是找了几个同学，声称希望你们能承担这起事件。韩国有个不错的法律，那就是青少年初犯的话会从轻处理，可自己已经无法享用这个条例了，因为重读过1年，你们就说是开玩笑，不小心把他推下去的，就算是遭到民事诉讼也是有办法的，只要没有人能够起诉，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。就算真的出现了问题，你们也只不过是初犯，不会有太重的刑罚。当然，也不是让你们免费做这件事，每人1000万，答应的话就可以立刻拿走。看着地下琳琅满目的钞票，他们无法抵挡住诱惑，答应了下来。然而在另一边，黄浩贤的母亲得知此事，哭成泪人，对生活已经失去了希望，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干劲。可是在这落入夜色的大楼下，稀稀疏疏出现了3、5个青少年，原来正是那几个霸凌者。他们来到了黄浩贤的楼下，却发现电梯停在了5楼一动不动。没有办法的他们只能选择走楼梯上去。等到了5楼之后，才发现一个灭火器挡在了电梯门口，难怪电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就在校霸怒斥究竟是哪个二波一干的时候，楼梯间出现了一个身穿风衣的男子，而那个人正是黄毛朴诗妍。校霸不能理解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朴诗妍没有过多的废话，声称有2个问题想问你，你是怎么知道黄浩贤家开了辣炒年糕店的？校霸表示，那天看到你带了一大堆零食去分给了邻居家的小孩，没钱买华子又怎么可能买得起那些食物？在那之后又发现了黄浩贤在跟人吵架，只要想想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原来是因为自己啊。那还有第2个问题，你一定要慎重回答，你来到这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校霸举起手中的水管，这难道还不明显吗？浩贤的妈妈想要打官司，我们只是来劝诫他一下的。那刚好你也在这里，本来就觉得你非常的碍眼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你那些行为全都是伪装出来的，假装自己是在欺负黄浩贤，实际上都是在保护那个混蛋。不要以为我真的蠢到连这些都看不出来，今天正好可以一起把你给解决了。而朴诗妍却是不紧不慢地拿起灭火器，很感谢你解释的那么清楚，但自己其实早就预料到了，只不过想要确认清楚罢了。朴诗妍朝校霸走去，缓缓说道：“中足骨上的蝎子骨被砸碎，你现在的腿应该是完全动不了了。”刻画在孩子们心中的3个法则：第1条，父母的话是绝对的命令；第2条则是没有父母的允许，绝对不能使用武力。但是还有最重要的1条，那就是父母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，可以无视上述2项条款打破现状。因为浩贤的妈妈跟我说过，浩贤的朋友都会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儿子，所以你是在威胁我的妈妈，那我便可以将你碎尸万段。在另一边，此事训练基地的府邸，修女拿来一通电话，据说是韩国打过来的。电话的那头是白虎人力资源部，神父神情紧张，立马把电话开启了免提。在韩国境内发现异常现象，我们好像找到了那个人，死士大厦的失落传说。这个人目前就在韩国，曾经他是死士训练基地的一员，作为特殊培养复合用途的武器计划之一，代号肖恩，现在的名字朴诗妍。面上温柔阳光的男孩，实则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代号肖恩在死士大厦当中，迄今为止最为完美的杰作，各种杀人技巧和武器都表现得不同凡响，精通暗杀，一个在任何领域都出类拔萃的产品，因此被派送给了一个顶级客户——日本某个黑社会组织。然而却阴差阳错，莫名的被送到了韩国，导致他没有了实际购买者，也就是所谓的父母，致使丢掉了他的控制权。神父对此暗自神伤，本来以为他都死了，自己都要放弃了，谁能想到竟被白虎人力发现了他的踪迹。神父立刻着手安排，势必要把他给找回来。瑞秋即可前往韩国展开营救行动，万一遇到不可抗力的阻碍，可以动用任何武力。在另一边，校霸的父亲来到了浩贤小吃店，他深深地对浩贤妈妈鞠了一躬，并声称愿意支付一切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失费。浩贤妈妈对此不以为然，这并不是一个道歉就能简单解决的事情。全炳宇愣在了原地，他没想到这个老嫂子这么难缠，既然难办，那就不办。他立刻转身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不打算和解就没必要浪费时间，有的是办法可以解决问题。处理事情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不是非要对你低声下气，因为他打算把这一带的建筑全都给拆除，重新建起一个多功能商业街。随后便命令司机现在去看一下那个臭小子。不多一会儿后便来到了圣心医院，约瑟夫在病床上根本无法动弹。全炳宇希望护士可以先出去，自己要跟儿子有个独处的时间。护士前脚才刚刚出门，后脚一个大耳光子便落在了约瑟夫脸上。你知道最让我生气的点是什么吗？并不是说你欺负了几个孩子，又或者是让其中一个跳了楼，而是你自己带着武器前往他们家里闹事。你是不长脑子吗？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怎么用成年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？在另一边，全炳宇的秘书带着人找到了朴诗妍，他们动手干净利落，从不会留下任何证据，就算是教育一个臭小子都要戴上手套。你很有能耐，同时对上4个同龄人都不落下风，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可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让我们的少爷遭到了羞辱，所以你肯定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这才是大人的处理方式。日落黄昏，等他们走后，朴世妍才慢慢爬了起来，并一脸不屑地把手臂给掰正。真无趣，难道成年人无法分辨出来手臂脱臼和骨折的区别吗？这对于瑞秋阿姨的暴打来说，简直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但是事情变得有够麻烦的，因为没有命令，所以无法使用能力。接下来应该要好好想想，自己怎么才能获得一个新的身份。就在他一脸疑虑的时候，在街头碰到了浩贤的妈妈，她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孩子，他怎么浑身都脏兮兮的？到底发生了啥事？他把朴世妍带到了自己的店里，给他端上来各种食物。浩贤妈妈希望朴世妍可以多吃一点。听到这话的他，身体不自觉地微微颤动，随后便立刻大快朵颐了起来。浩贤妈妈看他吃这么着急，说赶紧喝点水吧，不然会消化不良的。紧接着就拿起旁边的水瓶，咕咚咕咚全部都灌进了肚子里。幸好浩贤妈妈没有继续下达命令，要不然朴世妍要撑死在这个店里。在那之后，朴世妍问起了黄浩贤的情况，浩贤妈妈暗自神伤，就连说话都有气无力的。她说浩贤手术进展的还算顺利，接下来就要看恢复情况了。尽管现在看起来非常艰难，但仍然觉得他能够好起来。可不管怎样，自己儿子为什么就遭遇了这种伤害？面对他现在的这个情况，我这个当母亲的却不能为他做点什么而感到心酸。他们凭什么可以这么欺负人？那些混蛋，自己真的很想把他们碎尸万段，就像这个饭团一样。朴世妍就这样静静的听着这位母亲诉说着一切。等浩贤妈妈回过神来，提起自己不应该跟一个小孩子说这些的，可他却发现朴世妍早就离开了这里。临近入夜，在丙宇集团的大厦里，全丙宇跟集团的员工开启了第3季度的晚会，这是他们9个月以来业绩在所有同行当中更创新高。可其中的一个酒保发生了异样，一声清脆的酒瓶碎裂声惊呆众人，安保人员立刻前来制止他的行为。谁曾想知，酒会上顿时乱成一锅粥。他们赶忙呼喊打开展厅的大灯，可开灯后才发现3、5个人已经倒地不起，那个黄毛小子早就不见了踪影。全丙宇莫名的看着下面发生的动静，黄头发的小孩。就在众人熙熙攘攘的时候，桌子底下暗藏着骇人的杀机。因为对于从死尸大厦所训练出来的孩子，第一原则就是父母的话是绝对的。朴世妍身后缓缓出现一个人影，他给自己戴上了手套。这人正是全丙宇的吴秘书。他也很是疑惑，那只手臂自己不是弄断了吗？让我来教教你，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折断手臂。脸上轻微的划痕渗出鲜血，朴世妍缓缓朝上方望去，全丙宇一脸阴霾地望着这个臭小子。而朴世妍此时举起双手，扬言你若是专业人士，自己应该早就命丧当场了。可全丙宇却觉得这小子讲话无形当中透露着专业性，这难道是某个集团所培养出来的人吗？朴世妍表示，如果硬要说是哪个集团所属，那应该就是浩贤小吃店。全丙宇懵了，不会是那个臭烘烘的小吃店吧？是不是那个女人叫你来杀了我的？然而朴世妍却说并不是这样的，他所希望的是，我可以将你撕成碎片。这不是单纯报复或者对你的惩罚，而是遵守第1条原则。全丙宇有气无力嘟囔着，看来自己办事还是不够利索，当时就应该把那个女人解决干净的，要把事情有关联的人全都杀掉才对。朴世妍却是不紧不慢说道，你为什么要说这种不必要的话？第3原则，在父母安全受到威胁时，打破规则，处理好接下来的所有事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们2个都一样，都是需要解决干净的废物。在另一边，圣心医院的病房内，护士小姐姐来给约瑟夫换上止痛的药，可她却诉说着最近校园暴力非常猖獗，把你打成重伤的人一定很厉害吧？自己可是从来没见到过受这么重伤的学生。顺便问一下，白天的时候你跟你父亲提到过，你口中所说的3大原则是谁提起的？然而此时的约瑟夫发现了问题，那个针管里的药颜色非常不对劲，可护士小姐姐却说不用担心，只放了1半的剂量，不会死的。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吗？你所说的3大原则到底是从哪里听说的？可别说你不知道，白天的时候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。或者说是换个问题，你认识一个叫肖恩的人吗？此事大厦瑞秋，特长是易容和潜入，专业审讯与酷刑。最小还售价1200万，不仅精通各种杀人技巧，即使是面对各种无理由的命令，都会在第一时间去完成。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做不到。是在死尸大厦的各种商品当中，迄今为止最为完美的杰作。妈妈只是说了一句，想要把那些人全部碾碎，他便潜入了丙宇集团，将所有人屠戮殆尽，甚至是知名的企业老板都会毫不犹豫将他杀害。而当瑞秋赶到现场时，发现千人集团无一幸免，他立马给神父拨去了电话，代号肖恩动用了能力，报告了他所看到的一切。神父表现得难以置信，正常来说发生的这一切不太可能，在死尸大厦存在的历史上，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。孩子都给制定了3大法则，是控制住他们行为的绝对原则。有法则的限制下，如若做出这样子的行动，那这件事就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了。假如肖恩真的脱离了绝对原则，并且传出去死尸大厦所出手的武器有可能会无视控制的消息，那死尸大厦的名声将遭到前所未有的侵害。从现在起就要改变行动方案，调查肖恩为首要任务，了解清楚他有没有存在脱离控制的行为，并且弄清楚是否真的是他动用了武力。假如你在韩国遇到了麻烦，可以从白虎人力资源那里寻求
帮助。第二天，在沿河中学内，一位老师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，这正是易容后的瑞秋。初步调查到肖恩就在这间学校里，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肖恩会在这里，但是作为曾经是肖恩的导师，他很是兴奋，非常想要了解到肖恩的过去，他是以什么方式长大的。以前的他是瑞秋最喜爱的孩子，完美地掌握了教给他的任何武器。可当他来到那间教室后，才发现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地痞流氓，站没站相，坐没坐样，甚至是表情都呈现出异常粗鲁的样子，完全没有了以前既绅士又冷酷的模样。瑞秋露出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，这难道真的是长大后的肖恩吗？这小子依旧在喋喋不休，声音大到连后面的校霸都给吵醒，紧接着就争吵了起来。瑞秋本以为他会暴走，释放他那原本的能力，因为小时候的肖恩会为了确认对方的战斗力，甚至向瑞秋发起过挑战。可接下来的一幕令瑞秋遭到嫌弃，那小子直接被校霸无情的殴打，不到2分半就立马被揍倒在地。就此情形，瑞秋也只能先上课，因为他也有可能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，并不会肆无忌惮使用他的力量，也有可能他还受3大法则的控制。不管怎么样，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来验证自己的猜想。可他那严肃敏锐的眼神，跟其他学生比起来更是不同凡响。因为死士的孩子不仅要有强健的体魄，还要有清晰的头脑才行。肖恩在同龄人总是鹤立鸡群的存在，即使能够隐藏自己的力量，聪明的一面也有可能不经意展现出来。就在瑞秋偷偷看他究竟写些什么的时候，课堂结束后，瑞秋来到了女厕，她很是懊恼，肖恩绝不可能是这个样子，和以前的他根本不一样，但是又非常的奇怪，那张脸明明就那么熟悉，然而又失去了以前优雅的味道，这一切难道说是巧合吗？一想到那张图就觉得不可置信，那个傻孩子真的会是肖恩吗？计划有变，现在不考虑3大原则的问题，先确认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肖恩。放学过后，伪装成女学生的瑞秋跟在了朴诗妍身后，就在这时，一道声响叫住了朴诗妍，后面出现的是浩贤母亲，她刚买完菜正准备回家，由于买的有点多，问了一嘴诗妍能不能帮我。朴诗妍想都没想，立刻上前去帮忙。为了感谢他，浩贤母亲也是邀请他来自己家里吃点东西。才刚到浩贤小吃店，朴诗妍就大快朵颐了起来。然而跟过来的瑞秋却是一脸阴霾，因为当时约瑟夫提到过，他把一个老妇人的儿子打进了重症监护室，那他明明就是有儿子的，又跟朴诗妍是什么关系呢？越是朝近点看他，越是觉得庸俗，跟肖恩完全就不搭嘎，怎么能用类似于肖恩的脸让人觉得这么恶心？就在这时，瑞秋被手中的食物给辣到了，他从来没吃到过这么辣的关东煮，疯狂呼喊着需要水。浩贤妈妈也是立马给他递了过去。瑞秋刚接过水没喝上2口，就令他想到了以前的往事。仔细想想才发现，肖恩从来都不吃辣的，他是最讨厌有辣度的食物，每次训练吃辣都要紧紧握住瑞秋阿姨的手。然而这小子却是大口大口吃着辣炒年糕，就连这个老妇人问他味道如何，也是毫不犹豫点了个赞，却发现他放在身后的手青筋暴起，死死地握住。难道说他一直都是在忍受着辣味吗？就在这时，瑞秋灵光一现，在等红绿灯的时候，老妇人说了一句能帮我提一下吗？他立马就过去帮忙，在帮忙过后说回家之前来店里吃点小吃吧，他也是直接答应了下来。甚至就连现在这孩子也是一直听从老妇人的话，帮他干任何需要的杂活，他竟然听从他的命令。从那些死掉的人身上发现，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完成这么高质量的工作。如果说有人命令了肖恩去摧毁掉了丙宇集团，那这一切就完全说得通了。有这个动机的只能是这个老妇人，也就是说肖恩并没有脱离3大法则，他把这个女性视为家长，并听从了她的命令，把所有得到的线索联系起来，也只能是这个解释才说得过去。既然这样，来个最简单的方式去验证猜想。看到眼前的一幕，瑞秋欣喜若狂，自己的猜想一点都没有错。日落黄昏，两人来到了人烟稀少的街口。死士大厦的第3原则，好孩子会在父母受到人身威胁的时候打破规则，并处理好接下来的情况。朴诗妍一把抓住来人的手说道：瑞秋阿姨，你难道要一整天都跟着我吗？听到这话的瑞秋更是表现出一脸娇媚，原来你真的就是肖恩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但是这也很是奇怪啊，你为什么要像听从家长的命令一样去听那老妇人的话？按道理说，一个破旧小吃店的老板绝不可能是死士大厦的客户，但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我亲爱的好孩子肖恩，是时候该回家了，知道了吗？还有很多客户正等着你呢。肖恩回想到过去，难道真的要回去吗？再一次回到那个终日训练双手沾满鲜血的死士大厦肖恩。他微微愣住，刚才那是怎么回事？那个记忆到底是啥？瑞秋神情呆滞说了一句：看来你是真的不打算乖乖的跟我回去了。此时的肖恩正快速逃走，令他没想到的是派来的竟然是瑞秋阿姨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记忆里零星片段出现的女人，她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的脑子里？临近入夜，死士大厦的府邸，神父焦急地询问起为什么能让肖恩给跑掉。电话的另一头解释道，虽然一时不备让他逃走了，但是自己已经掌握到了一些信息，那就是能够控制3条法则的老妇人。据观察，肖恩似乎是认那个女人为自己的家长，但是就目前的局面猜测，老妇人可能并不是故意使用了法则，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才能确定事实的方向，只能是先去核实老妇人的身份，然后再做打算。但是不管怎样，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肖恩给带回来，就算是走到把他杀掉这一步。
面上温柔可人的修女，实际上是个手段残忍的情报人员，不仅精通各种武器的使用方式，就连杀人如麻的小孩都是她的学生。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易容，不但能伪装成医院里的护士，潜入医院探取情报，还能佯装成学校里的老师，甚至是装扮成女学生，别人也察觉不出来。她今天把自己打扮成富态高贵的女人，把自己装作是肖恩的原生父母，而她这么做的原因，为的就是让肖恩回归死侍大厦。只因肖恩把黄浩贤的妈妈当成了自己的家长，只要他能自动放弃肖恩的所有权，死侍大厦就能再度获得对肖恩的掌控权。瑞秋对黄浩贤的妈妈缓缓道来，诗妍其实是从来不吃辛辣的食物，也不应该在长身体的时候吃这种垃圾食品。虽然知道诗妍非常听您的话，但是作为父母，从心底里想要保护自己的小孩，所以如果诗妍再次来到了这里，希望你可以对她说，永远别再来了，回去你原本的家里吧。可浩贤妈妈对此并不同意，因为她觉得，虽说你是她的亲生父母，但是你有认真看过她的脸吗？她的衣服又是怎样的呢？在学校里生活的开不开心，这些你都有了解过吗？她成天都脏兮兮的，每次问到她都说是摔跤造成的。原本以为男孩子都是这个样子长大的，可浩贤也经常这样对自己说，其实一猜就能知道，他们一直都是在说谎，为的就是不让当妈的担心，自己早就把诗妍当成了自己的儿子，不希望他变得跟浩贤一样的下场，所以不知不觉中就会经常路过去看他。诗妍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照顾他的父母，既然你这么忙，经常外地出差，那就由自己来照看他好了。很抱歉，自己不能答应你的请求。得到这般答复，瑞秋被气得牙痒痒，随后便立刻给神父拨去了电话。首次计划尝试失败，这位老妇人表现出比预期当中对所有权有着更强烈的决心。神父表示，原本想要安静地解决此事，既然这样别无他法，采用第二条计划吧，不过尽量别闹出特别大的动静。而这第二条计划能把好孩子带回死侍大厦的方法，就是在他们认定的家长死后，孩子就会重新回到死侍大厦，并重新获得孩子们的控制权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一定要找个女朋友一起观看。说起找女朋友，我推荐单身的兄弟一定要去陌陌，在陌陌普通男生也能体验到真正的女追男，上线不出3秒钟，漂亮妹子的消息就多得回不完，视频照片都随便看，而且都是同城经过真人认证的，靠谱得很，家人们真的可以试试。在那之后的一个百货商场里，瑞秋从小吃店一直跟踪浩贤妈妈来到了这里，只为寻求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将她杀害。商场里的洒水装置频频启动，而在浩贤妈妈身后，瑞秋正举起枪支对准了她的脑袋。可这一枪直接被一个平底锅给挡下，而抓着平底锅的正是潜伏在浩贤妈妈身旁的肖恩。看到肖恩的瑞秋表现得欣喜若狂，果然这个孩子是自己最喜欢的那一个。肖恩也没有想到，只是从游戏上看到过后并尝试了一下，没想到真的能够挡子弹。然而接下来的就是3大法则中的第3条，父母人身安全受到威胁，打破现状，处理好接下来的事情。瑞秋并没有理会，只是想快点杀掉这个老妇人，从她手中彻底释放肖恩。我难道没教过你吗？战斗是要有脑子的，就当做这是给你补上的课程吧。这场斗争会让你变得更加完美，别忘了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。听到这话的肖恩略有所思，看来自己要尽快解决这场战斗。看到这般情形，瑞秋更加兴奋了起来。只要除掉那个老太婆，肖恩就会重新回归，毕竟这可是死侍大厦的产物。可肖恩却是满脸阴霾，你竟然说我是一件物品，你为什么想让我回到一个把我认为是件物品的家里？如果说我是一件物品，那你也是个好用的物品。在另一边，浩贤妈妈看着周遭的情形略显紧张，可突然在她的身后出现了一个哇哇大哭的小孩。小男孩一直在诉哭着，妈妈你到底在哪？浩贤妈妈没有多想，赶忙上前去询问具体情况。小男孩哭诉着自己的妈妈不见了踪影，找不到她了，希望老妇人可以帮帮自己。然而在那背后却隐藏着害人的杀机。就在他准备刺死浩贤妈妈的时候，肖恩慌张地赶到了这里，男孩手中的利刃就此停了下来。他也认出来了这张脸，死侍大厦肖恩的名头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如若自己轻举妄动，肯定不能安然离开这里，并且瑞秋阿姨也应该没有了行动能力。肖恩蹲下询问其有没有家里人的电话，自己可是很愿意帮你找到妈妈。他表面上说着并不记得电话号码，心底里却在计划着怎么刺杀浩贤妈。肖恩的变数太大，只能先利用母性把他支开再说。肖恩可没有留给他这个机会，他一把抱起眼前的小孩，随后便用阴冷的口吻警告他，可别做出奇怪的动作，不然你可是会死得很难看。就此收手的话，自己是可以放过你，但是不要有其他的想法。
你应该有你上头的联系方式吧？把电话号码给我，让我来跟他谈谈。可男孩依旧是表现得不明所以然，身后举起了一把利刃，肖恩直接一记手刀让其晕厥了过去，不会留有任何可能出现的危机。在那之后，消防员也赶到了现场收拾残局。然而在死尸大厦的府邸内，寂静的深夜，电话响了起来。神父睡眼朦胧从床上爬起，他早就警告过所有人，如若有人打扰自己的清梦，可是会让其死得非常难看。当他迷迷糊糊接起电话后，立马打破了这个层面的想法。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让自己兴奋不已，而这通电话正是肖恩给他拨过去的。能从这个电话号码打过来，也就意味着瑞秋他们的行动失败了。神父询问起瑞秋和尤金死了吗？而肖恩却表示，你这到底是什么反应？他们并没有死，但不管怎样，你派多少人来，结果都会是一个样子，所以不要枉费心神了。如果你想的话，可以直接来看我。神父对此心领神会，还以为你会逃跑呢。难道说你是想跟死尸大厦正面对抗，硬碰硬吗？可肖恩却说不会演变成你想象的那样。基于第三法则，如果父母人身安全受到威胁，自己将会处理好接下来的情况。自己不但不会逃跑，而是会认为死尸大厦是个威胁，并相应的给予适当的反击。听到这些话的神父扑通一下跪倒在地，他莫名的发出一阵癫狂的笑声，跟预期的一模一样。你竟然到现在还是如此忠于三大法则，真的是我极喜爱又完美的孩子。把尤金送回来吧，这样我就不碰那个老太太了。随后肖恩便让瑞秋阿姨1个小时后过来接，至此便挂断了电话。神父对着电话衷心祈祷，自己真的太喜爱你了，你是我最疼爱的孩子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带你回来的，等着我。死尸大厦的小孩是一件商品，隶属于买家，也就是所谓的家长。如果他们的家长死亡过后，其拥有权就会回到死尸大厦，在那之后又可以继续卖给另一任家长。每一次家长死后都会循环往复，虽然说每一次售卖都能从中获利，但也衍生出一个问题，如果其中一个小孩被反复售卖多次，不仅死尸大厦的名声会有所受损，并且这个小孩会因为无法保护买家，尘封在死尸大厦当中，也就会没有了相应的价值。眼前的小孩则是被反复售卖过4次，4次都是因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家长。神父对此非常的不高兴，已经4次都没能保护好家长的性命，这是在死尸大厦历史之中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耻辱。如若这种情况再一次发生，他们将会处理掉这种小孩，处理方式也很简单，直接杀死，埋进坟墓。所以他们拼了命也要成为那个不可或缺的人才。神父给了尤金一个机会，去韩国帮助瑞秋找回肖恩，不然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废物。面对废物就是直接处理掉，没有任何情面可言。如果不想被处理掉，就要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可尤金来到韩国，却被肖恩打晕给带了回去。他把尤金叫醒，刚起来的尤金就想要摸索自己的武器，可这也很明显被肖恩给扔掉了。肖恩给尤金端上来一盆辣炒年糕，虽然他们现在是对立面，可毕竟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人，并不想无情对待一个稚嫩的小孩。尤金表面上说谁会想要吃这种东西，可下一秒他就将盘子里的东西吃个精光。肖恩对此称赞了起来，很好吃的对吧？还不忘打包带了2份。尤金却表现得满不在乎。肖恩一脸贱嗖嗖的，刚才明明就吃的狼吞虎咽，嘴巴上居然还说很一般。就在这时，楼梯上出现一个人影，此人正是前来接尤金的瑞秋阿姨。她一脸怒气地望着尤金，眼睛里满是失望。就算如此，她还是要把尤金给带回去，毕竟这是神父所要求的。临走时，肖恩还不忘递上2份外卖，终归是路途遥远，肯定还会肚子饿的。可瑞秋阿姨并不这么想，她觉得肖恩过于放松警惕了，这可不是死尸大厦交给过你的风范，自己可是还没想过要放弃你，你要好好的注意了。就这样，瑞秋阿姨带着尤金启程返航，走的时候还不忘责令了起来，如果当时能够及时解决掉那个老太太，事情就不会变得那么麻烦。像你这么没用的孩子，早就应该被处理掉了，干啥啥不行，干饭第一名。然而此时的肖恩微微愣在原地，随后便立即转头叫住了正准备离开的2人。他最后问了一嘴，这个辣炒年糕你还想不想吃呢？听到这话的尤金也懵了，他葫芦里到底卖着什么药？突然间就开始泪如雨下，声称辣炒年糕好吃，爱吃，还想吃。那既然这样就别走了，回到浩贤小吃店。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，原来就在刚刚，瑞秋阿姨提起自己回去一定会被处理掉。尤金其实一点也不想，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，他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当肖恩那一道声响叫住的时候，瑞秋就想到了一个点子，那就是佯装顺从，让尤金回到肖恩和那个老太太的身边，这也是最后的机会，杀不死的话你就得死。当尤金看着眼前的肖恩，他心底暗自下了决心，他愿意这么干，这也是唯一的不被处理掉的机会。也正因如此，肖恩并没有察觉出来尤金的异样，打算带他回浩贤小吃店。瑞秋看着这个样子的肖恩，心里觉得肖恩依旧是把自己当成了威胁，第三法则仍然适用。随后便装作非常不情愿，不是说好了把尤金还回来的吗？肖恩表示这个孩子自己都说了，既然他想，那自己就肯要。瑞秋随后便低头轻声地对尤金说道，去吧，路都给你铺好了，去杀掉老太太，把肖恩带回来，你无从选择。紧接着瑞秋提起，如若谈判失败，死尸大厦又会把目标对准老太太，你应该是知道这个规矩的。可肖恩对此表现得满不在乎，就算真到了那个时候，自己将会把前来的人撕成碎片。尤金望着身旁的肖恩，心底里莫名的出现了崇拜感。不多一会儿后，他
他们回到了浩贤妈妈的家里。浩贤妈给两人做了一大桌子的菜，一天下来肯定是都饿了。不过这竟然能那么巧，他的妈妈跟你的妈妈居然是朋友。肖恩也尴尬住了，该怎么解释？其实他们两个都是同一个人，也没有办法去说得清楚。面对一桌子的热菜，尤金低头感谢上天赐予的食物，可却在心底盘算着寻求时机杀掉这个老太太。两人有的没的唠着家常，而肖恩却异常苦恼了起来。毕竟如若不是浩贤妈的邀请，自己也从没来过黄浩贤的家里。家里满是温馨的模样，洗了还没干的运动鞋，还有黄浩贤的房间。他恍惚之中问起浩贤妈，自己能进去看看吗？浩贤妈也没有拒绝这个请求。当他打开房门的那一刻，心底却是满是羡慕。虽说这只是平常的房间，里面很简单，也很普通，可对于肖恩来说，这都是梦里才有的东西。他只在电影里或是戏剧上看到过这种画面，一个怀揣着梦想，每天努力读书奋斗的房间罢了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中等都算不上的家庭，仍然是肖恩遥不可及的梦。他心底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过拥有这般家庭，心中的挫败感涌上心头。一想到黄浩贤每天都会回到这个房间里，他本可以幸福快乐的生活着，度过轻松的校园时光，自己真的很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当一个旁观者。在另一边，尤金吃饱喝足给浩贤妈道谢，转眼望去肖恩还在房间里面，现在不在身旁，正是刺杀他的好时机。尤金低声询问起房子里还有别人吗？问着的时候手却往身后伸去。浩贤妈不敢说得太直白，说是浩贤爸爸是因为天堂太过于需要他，所以自己不得已才让他走的，也就是说成为了另一个家庭的一员。可尤金却是一脸阴霾，声称你的儿子应该是不能成为家庭的一员，因为一个无用的失败者在任何家庭都无法成为家人，家庭就是要满足他人的需求，并向其他成员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否则就是一个消耗资源的废物，应当被舍弃的物品。这是自己领悟的一个道理。听到这些话的浩贤妈彻底傻眼了，这么小的孩子口中所说的话怎么冷冰冰的？他怒斥尤金，家庭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当他要把事情解释清楚的时候，肖恩出来抱住尤金耍闹了起来，因此浩贤妈也别无他法，他并不想打断他们快乐的时光。月黑风高，夜幕低垂，肖恩睡得直打呼，而尤金却瞪大了瞳孔，他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杀害浩贤妈的时机。此时黄浩贤的房间里透露着光亮，尤金透过光亮摸索过去后才发现浩贤妈睡在了黄浩贤的椅子上。尤金一直很在意这个老太太当时所说的话，他把没用的孩子说成是自己家人，甚至是对于第一次见面的人，他都表现得那么和蔼可亲，这跟神父简直就是两个不同的刻板印象。他当时说了，家庭并不是这个样子的，那真正的家庭究竟又是怎么样的呢？可不管怎么样，自己还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必须要成为家庭不可或缺的那一部分。然而他举起枪支的手，发现不停地在颤抖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房间门被轻轻地给关上。肖恩看到这般情形询问起，臭小鬼，这难道就是你选择的最终决定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大可直截了当地告诉自己，我可以放过你，也能处理你。还举起手枪对准60岁的老太，可身为杀手的他怎么都无法扣动扳机，他的双手止不住在颤抖，内心的压迫感侵袭着全身，因为他身旁站着一位完美的杰作，死士大厦肖恩，一个在任何领域都出类拔萃的产品。男孩转身将手枪对准了肖恩，声称自己不过是奉命行事，不要来干涉自己。原来肖恩从一开始就知道尤金是来这里暗杀浩贤妈的，早就把手枪里的子弹给取了出来。这把手枪也是从瑞秋那里拿过来的，15发9毫米的子弹重112.5克。作为暗杀者竟然都没注意到弹夹是空的，真的一点也不专业。尤金气急败坏，身后掏出一把短刃就刺了上去。肖恩直接将尤金摁在了门框上，谁曾想知他掰动了门把手，一个侧身便翻了进去。面对熟睡的浩贤妈，肖恩不知所措，他赶忙举手示意不要发出太大的动静，冷静下来什么都好说。尤金转头望去，老太现在近在咫尺，正是杀掉他的好时机。肖恩死死地抓住尤金的衣服，怒斥自己真的不想发出任何声音来吵到熟睡中的浩贤妈，你赢不了我的，也杀不掉他，因为你的攻击太过于直截了当了，一想就能知道你的下一步到底要干嘛。可这动静还是吵醒了浩贤妈，大声训斥肖恩为什么要欺负小弟弟，你都多大个人了，他才几岁。尤金见此情形，正是杀掉他的好时机。可肖恩似乎有感应雷达一般，立刻察觉出不妙，并小声劝诫尤金，你要是敢动手就会死得很难看。随后马上转变表情，说只不过是闹着玩而已，根本就没有吵架打架。尤金感受到了肖恩的威慑力，从心底上觉得自己就算再锻炼个10年都无法胜过肖恩，只要肖恩在他的旁边，别说2根汗毛，1根毛都碰不到这个老太，一定要寻求肖恩不在身边，又或者根本来不及的时机才行。浩贤妈蹲下询问起，不要跟大哥哥胡闹，毕竟都是一家人。可尤金就不能理解了，为什么他又说自己是家人了？一个外来人士怎么能成为家中的一员？浩贤妈这才解释道，同一个屋檐下吃饭，一个屋子里睡觉，这不早就是一家人了吗？就在这时，一声门铃划破寂静的夜空，3人都愣在了原地，天都还没亮，怎么就有人
人找上了门。浩贤妈赶忙去打开了大门，发现是一个不认识的女高中生。来人彬彬有礼介绍起了自己，很抱歉这么早来打扰，自己是尤金的姐姐玛丽，前来的目的是接她回去。非常感谢，心善的你大半夜收留了尤金。肖恩对此甚是疑惑，真的假的？尤金居然有姐姐，没想到居然是你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玛丽对此表示，自己只不过是来接尤金回去的，顺便查看一下那个女人的安危，这不是跟神父约定好的吗？虽然瑞秋单方面决定让你带尤金来到这儿的，但也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想法，不代表神父。肖恩却不能理解，既然是友好相谈，为什么不把刀刃给好好收起来？这难道是你们的诚意吗？玛丽很是意外，这居然都让肖恩给注意到了。如若稳妥的接受合作，就不会发生你想象的那个样子。尤金此时从房间里冲了出来，两人刚见面就相拥在了一起，表面上是个相亲相爱的好姐弟，背地里却冷酷无情，说是神父非常的失望，行动失败就代表着是个无用的累赘，回去立马就要处理掉。肖恩似乎也察觉出了尤金的不甘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浩贤妈毕竟是自己的家长，是自己要保护的那个人。而尤金对于玛丽的说法并不同意，因为他有自己的计划，其缘由就是自己要先讨好这个家庭，要逐步渐进才行。刺杀那个老太并没有那么简单，都是因为有那个男人的存在。死士大厦肖恩是迄今为止最为完美的杰作，要从这样子的人手上杀掉老太谈何容易？虽然他看起来并不厉害，很丑也很蠢，长得就像是一只狰狞的猴子，但是自己跟他交过手，他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就能够应付的人物。玛丽承认了自己的鲁莽，打破了尤金的计划，但是不用担心，新的行动已经开始了，就此暂且先撤退吧。尤金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是先跟玛丽回去再做打算。尤金失望地低下了头，他心中五味杂陈，可谁知浩贤妈出来叫住了他，表示下次再来的话，自己会给你做一顿更加丰盛的晚餐。尤金望着这个称自己为家人的老太，莫名地瞪大了瞳孔，随后便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嘴角还似有似无地上扬了起来。而浩贤妈则是对肖恩说了一句，下次记得把他给带回来，自己可是要好好展现一下厨艺才行。肖恩听懂了这句话，表示自己一定会将他带回来的。第二天，在沿河中学内，校长对浩贤妈表示万分歉意，自己已经通过学校暴力委员会来讨论肇事者们的具体惩罚，虽然有那么一点点晚，但是他们的家长都愿意出资承担一切费用，并且所有违规的孩子都将停学处理，这上面有肇事者的名单，你可以过一下目。突然，浩贤妈看着眼前的资料彻底傻眼，为什么这上面有这个人的照片，而那些肇事者的资料当中放在第一张的正是自己儿子肖恩的相片？来了，死士大厦的府邸迎来高能，神父怒斥着瑞秋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瑞秋则没有任何解释，行动失败了就是失败了，没有任何借口而言。他命令尤金杀掉那个老太，可他却始终完不成一件指令。在死士大厦当中，一个不能正确执行命令的人，应当早点处理掉。可神父却说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答复，明明自己给出的指令是去救回尤金，在那之后就不要继续打扰他们，而你却没有这样做，相反还命令尤金去刺杀老太。难道说你现在已经不能完全听从我的命令了吗？自己可是非常看重承诺的，在神的面前，只有信仰和信任存在，不能有其他的杂质，不然就会违背法则论的说法，其他形式都是异端邪说。那些孩子本来就是缺失信仰，所以才创造出三大法则，用来作为控制他们的手段。你换个方式好好想一想，如果不受约束，全部都自发行动，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？命令、信任、承诺，这是死士大厦的绝对规则。找回肖恩这件事情不用太担心了，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做得到，即使不接触那个老太也可以。玛丽已经开始着手处理了，静观其变。第二天，肖恩正常回到了学校上课，可其他所有的同学看待他的眼神全部都异常的奇怪，就算是他问起自己的同桌，也依旧是得不到相应的答复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接他的茬儿，也只有坐在他身后的校霸敢上前跟他搭几句话。他把手机拿上来给师言看，他胳膊肘下的人竟然是约瑟夫。这个照片其实就是最开始跟黄浩贤打闹时被拍下的，只是里面的人被 PS 成约瑟夫的模样，拙劣的水平令他非常无语，询问起到底是哪里弄来的照片。可身后的几人并不敢直接述说，只是觉得背脊一阵发凉。他们立刻对着肖恩点头哈腰，声称以前都是自己的错，不该这么欺负你的。约瑟夫这样的人都被你打了一顿，还成为了你的走狗。这个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学校，从照片上就能看得出来他有多卑微，甚至发现你跟某些黑帮有关联，自己早就知道你不简单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他们说是你命令约瑟夫去杀掉黄浩贤的，你这也太有实力了。肖恩此时此刻那叫一个傻眼，到底什么跟什么呀？自己什么时候干过这样子的事情？可所有人都不相信他口中说的话，只相信传遍学校的谣言。大汉推推搡搡的挤了进来，表示你真的太酷了。可旁边的同桌委屈的嘟囔着，这可是自己的座位呢。大汉顿时就不爽了，你难道想成为第二个黄浩贤吗？可这一巴掌直接被肖恩拦了下来，他笑嘻嘻的打着圆场，跟自己出去外面说吧，自己真的想要低调一点。其他同学看待他的眼神就像是遇到了瘟神一般，肖恩更是一头雾水，这到底是谁造的谣？在那之后，三人就像是肖恩的小弟一般，诉说着这是一大早在群里发布的。突然就有个人进了群，发了几张照片，说了几句话过后，就立马退出了群聊，之后就掀起了轩然大波。肖恩不能理解，这难道是死士大厦的把戏吗？可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他缓缓起身述说道，自己只想安安静静的上学，然后顺理成章的毕业，一点也不想被这些幼稚的恶作剧给缠住，自己要对
对付的可不是那些孩子，而是已经把目光投向更远的人群，那就是成年人的世界。所以要确保的就是这件事不能进一步的蔓延下去。伙计们，别把事态发展成更严重的趋势。三个盲流子懵了，他居然喊自己为伙计，他们立即上前去附和，要怎么做直截了当说就是了，我们可以为之效劳。然而在远处，浩贤妈目睹了所有的一切，她不可置信的回想起之前跟校长那里看到的照片，她本来也觉得是个误会，浩贤跟誓言本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可问题就是校长给出了这样子的一张照片，肖恩跟约瑟夫正开心的打闹，而约瑟夫是着手伤害自己儿子的凶手。校长觉得这种事件并非偶然，也许朴世妍就是那个教唆者，甚至很难联系得到他的父母。这个孩子似乎都没有接受过正常的家庭教育，从教育工作者的经验来看，这种类型的孩子是非常容易误入歧途的，你不该那么相信那个孩子的。在那之后，肖恩希望可以安稳地平息掉这些谣言，自己装出来的样子他们居然全都相信了，没想到他们也有天真的一面。突然他停在了原地，他早就发现了站在巷子后的身影，来人正是玛丽。他觉得自己已经隐藏得足够好了，竟然还是被发现了。肖恩卸掉了头绳，询问起你到底要干嘛，为什么要把问题复杂化。可玛丽学起肖恩扎起头发的模样，你不喜欢吗？我要对付的可不是扎起头发的朴世妍，而是放下头发的肖恩。怎么样，让你成为了学校里的头号校霸，这种感觉如何？同学们冷冰冰的目光，眼神之中充满了背叛与轻蔑的感觉，你难道一点都不喜欢吗？肖恩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一切都是玛丽所搞的鬼。可这种照片的粗糙程度着实令人惊讶，竟然这也能愚弄那些愚蠢的大众。就在这时，肖恩大吃一惊，你怎么说开枪就开枪，不是说好了要带我回去的吗？可玛丽却觉得，正因为你是肖恩，才对你有最起码的期望与尊重，死掉的话，总比不是把你抛弃掉更有价值吗？玛丽脱掉挂在肩膀上的背包，一步一步缓缓接近躲在巷子背后的肖恩，刚刚走到拐角处的时候，肖恩举起拳头质问起，这就是你所有的能耐了吗？死尸大厦后继无人了，你不会觉得就这点能力就可以对我有任何影响吧？可谁曾想之玛丽却是轻蔑一笑，你不会真的觉得你赢了吧？这一切都跟自己预估的发展进行着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街口大喊一声，朴世妍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行为？你不应该这样对待女学生的，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你可是我儿子浩贤的朋友啊！原本自己都还不相信，难道真的是你伤害了浩贤？肖恩赶忙起身解释，并不是你所看到的那样。谁曾想之玛丽竟直接哭哭啼啼跑向了浩贤妈，随后便装出异常柔弱的样子。肖恩刚想走上前去，却被浩贤妈喝令在原地，待在那里不许过来。接收到命令的肖恩呆呆愣住，丝毫没有前进半分。玛丽用哭腔的语调诉说着，那天把尤金带回去之后才发现他身上遍体鳞伤，原本也不想继续谈论此事的，可后面逼迫后才知道，这都是朴世妍干的好事。浩贤妈想起那天晚上的情形，他们只是说闹着玩而已，难道说都是假的吗？再加上校长跟自己所说的话，就更加确认这就是事实。肖恩想解释这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谎言而已，根本就不是想的那样。可谁知浩贤妈走上前，直接就是一巴掌，重重的打在了肖恩脸上。玛丽看到这般场景后才露出满意的笑容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肖恩回归死尸大厦，让这位妈妈失去对肖恩的好感，从而自己主动放弃肖恩。浩贤妈含泪怒斥，不要再叫我妈妈了，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，以后也不许再回到我那里，你该回去自己的家了。紧接着身后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清脆的高跟鞋声迎来计划的最后一步，那正是伪装成朴世妍妈妈的瑞秋阿姨。至此，朴世妍正式回归死尸大厦，成为了死尸大厦所属的肖恩。